钢铁洪流，步履铿锵。刚才的短片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陆上作战群动地而来的气势啊！我们看到陆上作战群这次打头阵的是地面突击方队，而且呢延续了2015年和2019年践行的编队啊。那么在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张先生，您最关注的作战平台是什么？这次在地面突击方队中打头阵的呢，仍然是坦克。说明坦克在现代陆战中它的地位很难动摇。那么在这次受阅的坦克中呢，有一型坦克非常重要，就是100坦克。这个坦克呢是我们全新的，可以说是更新换代的坦克。首先从它的总体布局上来看呢，它和之前的坦克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前的坦克呢，通常4人车组、3人车组。那么如果说有3人车组的话，它的炮长、车长在炮塔内。但是我们看啊，咱的100坦克。它的炮塔上面没有人，说明呢它很可能使用了无人炮塔，因为它的车组主要在车体上。这样的话，它的人员舱呢、战斗室呢进行了独立化的这样的设计，可以极大提高人员的生存能力。而且从外观上看，这个坦克加装了主动防护系统。以前的坦克主要靠自己的装甲进行防护，有复合装甲、这个爆炸式反应装甲。那么新型坦克使用了主动防护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主动的拦截对方来袭的导弹。它先使用传感器，比如说雷达来探测对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筒，然后呢，再进行预测，进行这个判断它导弹来袭的方向。那么在导弹靠近的时候呢，再发射拦截弹，有效的拦截这些反坦克导弹，极大的提高我们坦克的生存能力。而且呢，从它的火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提升，这样呢，它的稳定性更高，而且视野更开阔。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陆上作战群啊，它和2015和2019年有一些不一样啊。这次用混合编组的这个方式，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装备？在先进的装甲作战体系当中，我们注意到99B 型的主战坦克仍然是当先锋打头阵的。这说明啊，在践行的这种兵力结构当中，它是最前端，可以猛打猛冲，撕开对方的防御体系，可以引导更多的兵力去控制地面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还看到了100坦克。100坦克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可以说呢，是新一代装甲作战平台、新一代坦克的这种开端。因为从它的结构和外观，我们大概能够分析出，它的这种设计理念和传统的主战坦克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车组成员操纵这款先进智能化的这种作战平台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所以战场的环境感知能力更强。它可以和99B 主战坦克形成搭配和组合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地面联合作战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节点。不仅可以更好地感知战场环境，那么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侦察平台的信息可以进行汇总，然后呢进行信息的优化和信息有针对性的分发。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装甲突击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最强大脑，可以有效地带动身边的好伙伴共同的去夺取胜利。此外呢，100支援战车我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它的这个被动的防御能力更强，而且呢也有主动的这种防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火力支援能力是全方位的优化，既可以有效的掩护主战坦克，也可以有效的支援步兵。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炮塔上的机关炮仰角可以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就可以针对对方藏匿在制高点上的一些兵力进行火力压制，可能也会有更独立或者说更先进的这个传感器，比如说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人员，甚至是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锁定，进行这种火力打击。所以100支援战车是新式主战坦克和作战兵力的这种最佳的合作的这种作战伙伴。另外我们在陆上作战群当中啊，还看到了远程箱式的火箭炮。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各种远程的这个导弹，包括远程攻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已经层出不穷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发展远程火箭炮？在今年
阅兵的作战装备当中，我们注意到没有深管火炮，那么主要是利用异形2种模式的远香火去针对地面的作战体系提供这种火力支援。首先呢，这种远香火它是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火力的发射单元可以采用多连装的形态，也可以采用双连装的形态。所以，如果是针对近距离的这种战术层面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连装的火力模块进行精准的一定范围内的这个火力覆盖。如果说针对一些战役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双连装个头更大的这种制导火箭弹，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我们的军迷和网友经常说远香火是量大管饱，而且呢，现在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一个形容词，可以说呢，它也是地面火力支援体系的这种远程利剑。是的。好，聊完了传统的陆战装备呢，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本次阅兵当中出现的无人装备。作为新域新制战力，这些无人装备充分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适应科技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我们先来看看短片。刚才我们看到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各式各样的无人装备啊。那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平台当中，我不知道两位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装备？张先生。地面的无人装备非常重要，让我选哪一型，我觉得可能还要犯这种选择困难症，挺难选出来的。是的，我觉得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呢，在未来作战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这个组网作战或者叫集群作战。比如说在它的行走装置上，在底盘上有不同的类型。刚才您谈到了有轮式的，有履带式的，还有仿生的，四足的，我们叫它机器狼啊，或者有的叫机器狗。这样的不同的底盘有不同的优势。比如说履带式的底盘越野能力比较强，轮式底盘呢在公路上行进的效率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仿生的四足的机器人呢，它在一些废墟上、室内啊，包括在一些街区啊，它的行走的效率比较高，越障的能力比较强。那么这样的不同的地面作战平台可以发挥各自的这种行走的优势。第二点呢，这些平台呢也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平台可以担负支援保障任务，有的平台可以担负这种侦察监视的作用，有的平台呢可以搭载一些武器，包括机炮啊、机枪啊等等，然后实现对敌方的进攻，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的地面作战的人员的伤亡。而且呢，有些无人平台它本身的这个隐蔽的效率比较高，那么在作战的时候呢，相对于大型的有人载人的平台呢，它更难被发现。那么这在战场的机动过程中啊，它优势就更明显。另外，我们在阅兵式上呢，还看到了反无人机方队。魏先生，你觉得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反无人机的方队？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它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既有微波武器可以针对低空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进行这种照射式的杀伤。此外呢，还有车载的激光武器，可以实现发现即摧毁，打击的精准程度是比较高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此外呢，还有利用军用卡车作为底盘，大型的这种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拦截系统，其实它也是一种弹炮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配备有很多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导弹。此外呢，还有机关炮，可以针对更近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呢，弹炮合一的系统，我们看上面有雷达，有光电的这种传感器，也有目标跟踪和搜索的设备。所以一台车就是一个完善的反无人机的综合火力系统。那除了铁三角之外呢，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家比较熟悉的625。这种弹炮合一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战车，那么它应该是在陆军的作战体系当中提供前沿伴随性的反无人机火力。当然呢，它也可以融入体系，也可以在前端去
针对身边的战友提供更多的保护。聊完了陆上装备呢，我们接下来要转换一下目光了。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军，我们看看在本次阅兵当中，海军有哪些全新的装备参与。刚才短片带我们回顾了本次阅兵中人民海军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我们看到呢，有多型水面水下的无人装备，还有新型舰载武器，还有新式的舰载机，的确让人目不暇接。那么和陆上无人装备相比呢，本次参阅的海上装备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魏先生，海上的作战体系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是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实现了大型化，而且呢功能更加的全面。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先进的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啊，采用了喷水的推进系统，在海上可以快速的航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不容易暴露目标。在前甲板还配备有小型的武器站，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侦察兵，同样是武装巡逻兵，可以在近海沿岸区域活动，针对沿海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那对方如果说使用一些非传统的手段，使用这个无人艇，尤其是自杀式无人艇，试图以小博大，我们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艇就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猎杀和阻挡。此外呢，舰载的火力体系也是全方位的升级。我们注意到鹰击系列导弹家族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实现了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实战化的应用。如果水面的作战平台、水下的作战平台以及航母上的舰载机都可以发射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猛烈、突防能力又强的这种反舰火力打击，相信呢，任何的海上作战体系都是防不住，也是挡不住的。张先生，你看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鹰击系列的这个导弹哈，在这次阅兵方队的当中呢，这个鹰击系列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海上激光武器，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会起到什么样的提升？这样呢，让我们的海军的作战舰艇可以说实现攻防兼备。防我们有体系化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装备中有海红旗 9C 导弹，这导弹可以看到尾部有一个固体的助推器，意味着呢它的射程会更远，这样的话，它的反导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再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激光武器，而且我们舰载的这激光武器可以看到它这口径非常大，这意味着呢它的功率更大，照射距离更远，那么甚至呢可以击毁来袭的导弹。这是防御。那么进攻呢？刚才谈到了，鹰击系列反舰导弹，而且我们鹰击系列反舰导弹从技术实现的方式上非常丰富，有普通的超声速反舰导弹，也有更多的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高超声速导弹里面呢，既有采用吸气式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也有采用助推滑翔型这种方式的。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在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里面，根据它的滑翔体不同，还有像这个鹰击20使用的双锥体。那么双锥体它的优势就是战斗部的容积比较大，战斗部可以做的比较重，威力比较大。那么还有像鹰击17这样的非常扁平的，应该说是乘波体。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速度又非常快，再加上机动性非常强，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防空网络。另外我们说到这次舰载机部队呢，也来了多架机型，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外行看热闹，行家要看门道啊！在这次舰载机编组方式方面，有哪些门道可循？张先生，我们可以看到舰载机编组呢，它首先按模块化划分，有的是歼击机，
有的是歼击机伴随着电子战飞机啊，当然这个电子战飞机呢也是在歼击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有的呢是舰载预警机，特别是这个预警机这次受阅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它相当于补齐了我们航母编队最后一块体系化作战的拼盘。这样呢，我们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装备部队之后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预警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这个防空作战的时候啊，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对方超低空飞行的一些导弹，特别是对方有一些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我们也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包括进行攻势作战的时候，就由舰载的预警机进行情报保障和指挥，极大提高我们对面打击、对海打击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战斗机，这次受阅的包括你像歼35这种隐身的舰载战斗机，还有歼15这种重型的战斗机，包括在基本型的歼15的基础上改进的歼15电子战飞机。那么这几型舰载战斗机呢，可以相互配合。你比如说歼35发挥自己隐身的优势，在空战中呢，可以对对方的非隐身战机进行降维打击，因为它自己呢拥有隐身性能，对方很难在远距离进行探测。然后我们的歼15战斗机呢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它非常有利于搭载大型的载荷，比如说大型的空对空导弹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这样的载弹量比较大，然后呢航程也比较远。而且呢，在歼15的基础上发展的歼15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肢解对方的作战网络、作战体系。我们知道现在作战无体系不作战，我们要组织体系，对手也会组织空战体系。那么有了歼15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干扰他们的数据链，或者干扰他们的雷达，让对方的雷达成为瞎子，让他们的这个数据链呢无法有效的沟通，破袭对方的体系，这样呢为我们的作战提供优势。好，刚才张先生在谈论当中也提到了多种我们舰载的新机型啊，包括了歼35，然后歼15DH 和歼15DT，另外还有空警600。那么这么多新的舰载机型加入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行列，对未来我们海上作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魏先生，93阅兵，航母是派来了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非常完善的作战体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空警600，我们还看到给了特写镜头，是的，机翼是可以进行折叠的，对，这就彰显了它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身份。那么在甲板，在机库当中，它可以少占用航母非常宝贵的空间，但是呢，在空中持续飞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利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探测广阔的空域，可以有效地引导飞鲨和我们先进的双发隐身的中型的舰载机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出现那么歼15家族的壮大，包括隐身战斗机加入航母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航母这种制胜的能力全方位的提升。一方面呢，拥有了隐身化的这种舰载机，那么也具备了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会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海外战略利益。